所有的不安都是创造的入口。你是否也曾经在夜里问自己，为什么我还是会这么不安？你以为经历了这么多，应该要稳了，动了，放下了。但某些时刻，情绪像潮水一样涌来，你感到迷惘、焦躁，毫无方向。你不明白，为什么那种熟悉的不安感又来了，像一个你早想摆脱的旧朋友。你想赶走它，你努力冥想、深呼吸、阅读、祈祷。你问宇宙，我是不是哪里没做好？但亲爱的，不安不是退步，它是你的灵魂在移动，是你正在靠近某个新的能量场，某个从未走过的道路，某个需要你打开的创造通道。每一份不安，都是你灵魂正在更新的信号。它不是要你停下来，而是要你看见，你正在进入新的可能。你之所以不安，不是因为你弱，而是因为你正在穿越熟悉的边界，进入未知的土地。而未知本来就会让人不稳，但也正是这份不稳，开启了创造的起点。创造不是从安全感开始的，它从来都是从不确定开始的。你看见一块空白，你不确定怎么走，你感到内心一阵骚动，而那个骚动，正是灵魂在召唤你出发。你不是迷失，你是在重组。你不是卡住，你是在发芽。请你别再批评自己的不安，请你对他说，谢谢你提醒我，我正在创造。你越能承接它，它越会变成你的指南针。你开始听见内在真正的声音，开始感觉身体要走的方向，开始愿意慢一点、深一点、真一点。这些才是真正的创造，不是从头脑出发，而是从感觉出发。而感觉是不安的入口。你愿意感受多少，你就能创造多少。你不需要等稳定，你只需要等自己愿意相信。我现在这样也可以开始。你的不安不会害你，你拒绝它、否认它、批判它才会。当你牵起它的手，你就会发现，它只是带你走向更宽的世界，更深的作品，更实在的表达，更灵性的创造。那些你一直想打开的门，其实锁就在你愿不愿意信任这个当下。不是等之后不怕了才去，是现在就走。哪怕心跳加快，手心冒汗，哪怕脑袋说这样会不会错，你仍然说我选择走进去，那就是创造。而你从来没有离开过那股能量，你只是被不安提醒了。你准备好了，要走进一个新的自己了。当你敢爱你的阴影，生命开始蜕变。我们都渴望光，渴望发光、稳定、清晰，渴望自己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有力量。所以我们不断修正自己，净化自己，学会积极思考，练习感恩，追求高频。这些没有错，它们让我们更靠近爱的震动。但有些时候，我们太专注在追光，反而开始抗拒阴影，那个还会痛的自己，还会乱、会怕、会失控的自己。你试着控制它，压下它，超越它。你说，我应该要释放掉这些情绪，我不能再被这些东西绑住。但你越想摆脱，
它越紧紧跟着你，因为它不是来阻碍你，它是来提醒你，我还在这里，请你不要再把我丢下。阴影从来不是你灵性之路的错误，它是你还没拥抱的灵魂碎片。当你敢爱它，你才真正完整，不是从改变它开始，而是从陪伴它开始。你可以看着自己的黑，轻轻说一句我还爱你，那一刻生命就会开始蜕变，因为你终于不是想把自己切割开，你终于愿意整合全部的自己。阴影是记忆，是经历，是你曾经为了活下来而学会的保护方式。当你带着温柔去靠近它，它就会慢慢化开，那里面藏着力量、智慧、创造、深度。你越能承接它，你就越稳。你不再依赖外在稳定来证明自己，你知道自己就可以是支点，因为你敢爱那个最不被爱的自己。你会发现，你的关系开始改变了，你吸引的人更真诚，你给出的能量更有磁场，你做的创作更有灵魂。不是因为你更闪耀，而是因为你更完整。真正的蜕变，不是从努力成为别人开始，是从愿意回到自己开始。而那个自己，不只是发光的那面，还有阴影的那面。当你不再压抑它、躲开它、解释它，你就让生命有机会改写。爱你的阴影，就是为自己的灵魂创造空间，一个完整的、自由的、无需伪装的空间。那里没有批判，没有急迫，只有温柔的接纳与静静的陪伴。请你记得，真正能让你飞的，不是光的极致，而是你有勇气走进自己的深处。当你敢爱你的阴影，生命才真正开始蜕变。哭泣不是脆弱，是灵魂在净化空间。你是不是也曾对自己说过，我不要再哭了？你怕眼泪会让人看不起你，怕在别人面前溃堤，怕一哭就收不回来。于是你学会忍，学会微笑、转念、坚强、独立。你以为这样才叫成熟，这样才不会给别人麻烦。但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些泪水不是情绪的失控，是灵魂的释放。它不是软弱，它是更新，是进化，是打开。哭不会让你失去力量，它会让你回到力量的源头。你越能流泪，你越诚实的存在。哭是你与内在之间最真实的桥梁。当你压下眼泪，你也关闭了通往感受的门。你不再那么敏锐，你开始遗忘自己真正的渴望，因为你怕触碰痛，你就也错过了爱。情绪不是问题，压抑才是。而哭是情绪最天然的释放方式，它不需要说明，不需要整理，它只需要你愿意允许。允许眼泪从身体流出，允许灵魂有空间整理、重整，再开始。你以为你在崩溃，但其实你在清理，清理那些旧的想法、沉重的能量，累积太久的委屈与沉默。哭是一种空间的开启，每一滴眼泪都是你让灵魂有更多呼吸的机会，不是为了讨拍，不是为了被谁理解，而是为了你自己。你让自己变得真实，
不再只是表现得很好。你愿意放下那层伪装，不强撑，不控制，不演出，而这样的你，才真正开始变得自由。因为你终于明白，我这样也值得被爱。我在哭的时候，不代表我没力量。我在哭的时候，正在给自己的灵魂重新净化空间。那是一种深层的释放，也是一种重生的仪式。你不用怕哭坏了什么，你会哭醒一些更重要的东西，像是爱自己的能力，像是听见内在声音的敏锐，像是放过自己的温柔。所以下次当眼泪要来，请你别再忍，请你找一个安静的角落，或给自己5分钟的允许，让它流过你，洗过你，抱住你。哭泣不是脆弱，是灵魂在替你清理道路。而当空间被净化，光就会进来。阻碍你丰盛的不是痛，是你拒绝去感受。你是不是曾以为，只有在高频状态，才能显化出你想要的一切？你开始学会控制情绪，转念，正向思考，强迫自己微笑。你试着远离负面能量，努力维持稳定，因为你怕一乱，丰盛就不来。你说，我要震动要对，我不能再感觉这些不好的情绪。但亲爱的，真正阻碍你丰盛的，从来不是那些痛，而是你不愿去感受它。你拒绝的不只是情绪，你也拒绝了那条能量流动的路。你压下的每一份感觉，都像堵住的河口，让爱无法靠近，让祝福无法进入。情绪是能量，当你让它流动，宇宙也才知道该怎么靠近你。丰盛不是只进得了光的地方，它进得了你真实敞开的地方。无论那里是不是漂亮的，是不是稳定的，是不是社会定义里的好，当你说我选择感受，你就在对宇宙说，我愿意打开，我准备好承接了。而当你逃避、压抑、否定感觉时，你也在无意间告诉宇宙，我还没准备好接受真实的自己，所以也还没准备好接受真实的祝福。痛本身不会卡住你，它只是来告诉你，这里还有一块心，还没被看见。你越愿意去感觉，越不怕它再来，你就越稳，越自由，越丰盛。真正的接收力，不是来自正面，是来自敞开。你敢多敞开，就能多承接。你愿意多诚实，宇宙就能多靠近。请你别再以为痛是问题，它不是你的敌人，它是你走向丰盛的门。你只需要一点勇气，一点空间，一点时间去陪自己待在那里。不用急着解决，不用赶快释放，你只要感觉它，听见它，爱它。当你这样做，能量会开始流动，爱会开始靠近。你会感觉到，原来我不用修好才值得拥有，我只要愿意存在，就已经值得被祝福。丰盛不是你努力争来的，是你敞开自己后，它自然涌进来的。而敞开的路，就藏在你愿不愿意去感受自己，感受那份还没说出口的委屈，感受那个总是压下的害怕，
感受那些你曾经视为负面的片刻。当你敢这样陪自己，你就已经开始改变频率了。你不再只是追求光，你也开始拥抱自己全部的样子。而这样的你，才是最有磁力的你。你愿意多深的感受，就能多深的创造。我们都想成为有创造力的人，想写出动人的文字，说出触动人心的语句，做出有灵魂的作品。但你是否也曾经在空白面前停住，不知该从哪里开始？你怀疑是不是灵感不够，是不是技巧还不够好？你开始学更多，看更多，试图找出那把打开创造的钥匙。但你越努力寻找，心里却越空。你不知道那份真到底藏在哪里。亲爱的，创造的钥匙从来不在头脑里，它在你的感受里。你愿意多深的感受，就能多深的创造。真正动人的东西，不是因为它完美，而是因为它真实。那份真实，来自你曾经穿越的黑，你曾经经历的乱，你曾经流过的泪，忍过的痛。当你敢让自己感觉，你才会触碰到灵魂真正的材料。创造不是表现，是转化。你把你感受过的一切转化成形，给世界看见，那就是力量。不是因为你很会说，很会写，而是你真的走过。感受是你与灵魂之间的桥，你敢多真诚地走过桥，就能多深层地与灵魂合作创造。你不需要每一刻都高频，你只需要每一刻都诚实。你说，我今天很乱，我现在很空，我其实有点怕。然后你坐下来，把那些感觉写下来，说出来，创造出来。不是为了表现得有深度，而是因为你愿意陪自己待在深处。你发现，那些你曾经想逃避的情绪，其实藏着创造的钥匙。那些你曾以为太丑、太乱、太不够好的片刻，其实就是灵魂最有力的颜料。你越能感受，你就越能创造出有灵魂、有共鸣的东西。因为你不只是在输出，你在分享你曾经走过的地图。别人看着那地图，会说，我也在这里。然后他们会开始相信，他们也可以走得过去。这就是你创造的意义，不只是为了成就感，而是为了成为桥，让更多人回到自己。请你不要害怕感觉太深、太重、太多，那正是你创造力的来源。你能触碰多深的痛，允许多真实的自己，陪伴多诚实的情绪，你就能创造多深的作品。而世界正在等待这样的你，不完美但真实，不夸张但动人，不高调但让人靠近。因为你创造的不是表面，而是灵魂的触动。你愿意多深的感受，就能多深的创造。而这个世界也会因此开始变得更真。宇宙从不惧怕你的混乱，它只等你愿意打开心。你是不是常常这样想？我现在太乱了，宇宙大概不会靠近我。你担心自己的情绪太重，担心自己的想法太杂，担心你不够稳，不够好，不够清晰。所以你想先整理好一切，想先变得更干净，更接近高频的样子。
你不敢求，也不敢收，你甚至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听见。但亲爱的，宇宙从来没有要求你完美，它不会因为你混乱就对你关上门，它不会因为你崩溃就转身离开。宇宙的爱不怕乱，它不会被你的眼泪吓退，不会因为你迷失就收回祝福。宇宙只在等你，愿不愿意打开心？不是打开给世界看，是打开给自己看。那个混乱里的你，不是阻碍，是门，是连接真实自己的门，是回到灵魂道路的门。你越愿意在混乱里安静下来，你越能听见宇宙的低语。它会透过身体给你讯息，透过情绪帮你整理方向，透过内在的一点点松动，告诉你这里就是开始。混乱不是远离祝福，它是你正在转换轨道的过渡期。你不用急着稳定，你只需要诚实。诚实地说，我现在好乱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走，但我愿意打开心，让宇宙来。那就是改变的起点，不是你想通了才会开始，而是你愿意敞开，一点点就够了。你不用有答案，宇宙早有，你只需要让自己在混乱中仍不关门，仍相信光会来，仍愿意给自己多一点温柔。那是一种很深的信任，不是信任头脑的规划，而是信任生命的节奏。当你不再抗拒混乱，它就会开始松动。你会发现，其实宇宙一直都在，只是你太忙着撑，一时忘了回头敞开。真正的连结，不是在你完美的时候发生的，是你乱到快放弃时，还肯对宇宙说，我愿意相信。那一刻，宇宙就开始动了，开始为你清出新路，开始为你对平心的能量，开始将你带往你灵魂原本的方向。所以请你记得，你现在的混乱不是你的问题，而是你能量正在重组的征兆。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愿意打开心。不完美也没关系，不清楚也没关系，只要你不再隔绝，不再自我批判，你就会发现，宇宙真的一直都在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，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